嗨，大家好。现在早上貌似天气还不错啊，还出着太阳。但实际上呢，这几天一直是受到某些台风的影响啊。这个台风呢是吹向海南岛。根据昨天网友在一些自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啊，这个台风还是非常的强劲啊，就造成了海南岛和广东沿海的地方呢，不少地方受到了风灾，并且昨天还听说广东徐闻沿岸，就是湛江那边吧，台风2次登陆，又杀了个回马枪。总之呢，就这些自然灾害啊，总是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啊。但是广州这边呢，基本上也就是下几场雨，几乎连风都没怎么刮啊。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，应该是每天都是下雨，比例比较高。今天呢，其实也是啊，据说11点就要下雨了，现在是9点半啊，所以我还是打算出去转一圈，但是要尽快的赶回来啊。就跟我上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的，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多雨，可能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啊，所以每天呢几乎都有下雨，但是呢中间也会有一些雨停的时候，那我就没有去远，只是在村里呢做一些健身的骑行。闲着也是闲着啊，所以一边呢在骑行，一边跟大家随意的聊聊，就要不呢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感受，要不呢就是新学到的一些东西，还有一些呢就是新的发现啊。就网上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呢浩瀚如大海啊，到底要选择一些什么东西来看呢？有时候真的也很难说。那么现在这些网络呢，它都是会通过一种大数据啊，来了解你的兴趣。比方说，你对某种视频看得久一点，它就有可能会推荐一个相同内容的视频。如果你对这样的题材貌似有兴趣啊，那他就会推更多的相关的这些视频。那我最近呢几天一直在看一些航海方面的视频啊，就最早的时候呢，就是看见有一位天津人是跑国际货运的一位船长，叫李船长。完全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天津人，那真的是非常能讲，出口成章可以这么说。就他一边跑船，可能也经得他们公司的允许吧，他就一直是做那种介绍航海、生活，还有就是那种船运知识，然后也是世界各地嘛这些风光的各种介绍啊。我看他的自媒体成长得很快，因为这些内容呢确实是符合大家这种猎奇的心理啊，就每个人都对自己生活之外的这个星球上的很多的这个可遇不可求，或者想去不成的地方呢，都会有一些向往。但是呢，以前我们只是看一看啊，就是类似一个航海日志，就他在这个去到世界各地，还有呢就是他那种万吨级啊这种大轮船、大货轮上面的一些
设施、驾驶台、甲板，还有他们生活的区域等等吧，这种介绍就看看也挺有趣。但是看多了一些时候以后呢，就觉得这些内容也就不再新奇啊。再加上呢，真的是完全是脱离我们的生活，也就看看就好吧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呢，突然就看到了一些人家这个搭乘自己的游轮、游艇啊，但是呢，跟我们理解的那种游艇不一样啊，就它是有那种桅杆的。结果呢，也有人驾着这样的小船扬帆出海，而且随着我们对这样的视频看多了，了解以后呢，才发现原来这种小游艇分为两种，一种呢，它就是我们在很多港湾啊看到的那种小游艇，它其实就跟一个车在河里行驶的车一样啊，它也是用柴油。然后呢，你在码头开始出发，可以近距离的去周围走走，但是你的油耗尽了以后呢，你就得回来加油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，就是说休闲的一种方式吧。但是也是有很多人向往的，因为它毕竟可以离开陆地啊，去到海里，走个100-200海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但是前几天开始我们看到的那种像游艇一样的船呢，其实它是一种帆船，就等于说要升起风帆，通过这种空气力学方面的原理啊，它可以让你的船只要有风，无论是顺风还是侧风，甚至是逆风呢，你都可以升帆远航，不需要其他的动力。当然了，这些船肯定也都配置着发动机，你也要用柴油。那么呢，在没有风的情况底下，或者逆风你想走得更快一点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通过发动机带动螺旋桨往前走。那这样呢，就跟普通的这种小游艇啊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那当然，另外呢，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，就大家现在在这样的小艇上面都装了很多的这种太阳能板，然后呢就可以为这个船发电，包括空调设备等等啊，甚至高级的船呢还可以有这种海水淡化的功能。说着说着呢，我已经从天湖居这边的侧门出来了。今天干脆就去骑一段莲花大道啊，再爬一座小山，然后呢，看看能不能去到大夫山森林公园那边，从南门路北门回来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骑上了莲花大道啊。那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就这种帆船呢，你有时候别看它小，它是可以具备环球航海的这种能力的。当然，你需要有很好的操控的技术，对那些天文地理啊要有好的认知。然后呢，你要学会去操控这样的船，躲避风浪，然后呢，利用风力，你就可以去到很远。而且这个呢，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大家航海的项目啊。
其实古代人呢都是通过这样的大帆船进行探险，同时呢更多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比较大的帆船呢进行贸易啊，或者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往来等等。在广州呢有好几个地方啊都有这样的船，或者说曾经从欧洲来的这些船的停泊点，并且呢有些地方还做了一些这些模型放在水里啊。就我去过的，比方说黄埔古港，还有呢就是洲头镇码头那边也有一个纪念碑等等啊。大概就是这些船，就是古代是没有这种动力的，都是要靠风，然后呢靠水手来划桨等等吧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就已经成了一个大家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啊。它这种帆船呢，从级别很小的，就比方说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帆船的比赛啊，就一个人操作的，两个人操作的，当然也有一群人操作的，它这种大小是不太一样的。但是我想的这种比赛型的啊，应该都是一些没有动力的，你就是靠风来，怎么借助风力来进行航行的这种小艇。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一些航海，他们就驾驶着这样的帆船啊，通过来不断的改变方向，借助风力呢，可以从中国出发，一直去到菲律宾，然后呢在南海巡游。那也看到一些人呢驾着这样的船啊，从欧洲出发，一直到非洲的好望角，然后呢再从那边横跨大西洋，去到大洋彼岸的阿根廷、巴西，再转到加勒比海。哇，让人看得真的有些景象啊，真的惊心动魄。因为在海上啊，孤零零的一艘小船，要在这个横渡大西洋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大概要30来天。那不要说别的啊，就是这份孤独，一般人都很难战胜。但是呢，看到这些航海的博主们的分享啊，就感觉你如果一旦经历了一次以后，也可能你就会追求这种在寂静的海上啊，就完全看不到人的地方，甚至说5天都没有见到一艘船的这样的茫茫大海之上航行的时候啊，就会慢慢的克服恐惧，并且呢会享受那种孤独，而且有助于思考啊，就是几个大的这个哲学命题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向何处去啊？往往在这个里面呢，在这种心境的底下，就能够想透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航行的一个意义所在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一般而言，这种航行就是能够让人的心胸变得开阔，不会在意那些生活当中的琐碎，也不会在意这个人生当中的得失，就慢慢的你会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境界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项运动的伟大之处吧。并且呢，多看了几个视频以后啊，就感觉其实这种航行千百年来啊留下的各种经验，就大家对于海洋
对于风暴、对于季节变化、天气的变化呢，其实都摸出了一些规律。所以呢，前人已经怎么说，写下了很多这个航行的路书。你可以参考这些经验呢，一般而言啊，都能有惊无险地跨越大洋，去到你想要去的彼岸的目的地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仅仅需要的是一份勇气和你的一定的投入，或者呢，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。那我想，任何做任何事情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都是要有个开始，而且要有始有终。经过漫长的时间啊，然后你在这个里头呢，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一些东西，而且呢，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啊。最后呢，真的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升华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这几天啊，也是因为这个频道推送过来，然后自己呢也追看了一些这样的视频，就对这项运动就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啊。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呢，也得到了更新。比方说像这样的跨海航行、环球航行啊，在很多国家实际上是不需要执照的。就你如果买了这个船，你有了这个船的那些注册的东西，基本上你去到哪里都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很多国家呢都非常欢迎这样的船停靠、入境，当然也要接受这些检疫啊、海关方面的一些检查。但基本上来讲的话呢，它甚至比普通的那种出入境啊更为简便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去到一些靠海的国家啊，比方说南海的，像印尼啊、菲律宾啊、马来西亚，往往那些风景秀美，真的让大家流连忘返的地方呢，恰恰是那些国家边境的地方，就是并不发达，生活水平呢也是比较低，或者说物价比较低，当地人呢也非常的淳朴好客。这就使得很多那种跨海航行的人呢，就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啊多逗留几天，甚至会逗留个几个星期啊，1-2个月都有。就你可以完全放空自己，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就这个真的是让人看得有点令人神往啊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有时候看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吧，这些都是年轻人体力好，或者呢需要钱，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啊来支撑的一项运动项目。但是后来看到一位四川的博主啊，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驾着他自己的一个小艇啊，因为他这个艇不是很大，就他自己一个人都可以操作，他一个人带一条狗，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临时的同伴啊。结果呢，也是去到了很多的地方，而他在南非 Capiton 那边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啊，我觉得这个让我们为之精神一振。就说南非有一位退休的药剂师，这个就有点像我的这个专业的这种职业啊。他现在呢已经72岁了，他太太呢70岁，而在这个之前的5年呢，他们就买了一艘游艇，花了5年的时间啊，从一个完全不懂航行的人，摸索着去环游全球，
当然他们做到了，他们确确实实花了5年的时间呢，慢悠悠的，就是围着地球转了1圈。我觉得真的这个非常让人鼓舞啊！就这么大的年纪，一对老夫妻照样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环球的航行。而其实呢，这对夫妻在这个之前啊，他们早早的就做好了他们退休的规划。就当时可能是那位男的先生先退休吧，他一个人呢就骑着摩托车啊环游欧洲。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摩托车从南非还是在欧洲出发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就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了一个摩托车的环欧洲的旅行。之后呢，他回到家里，他的太太也受到了感染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改了装备啊，买了一台 pickup 的房车，就是那种比较简陋的房车，跟他太太一起又把整个欧洲、非洲游了一遍。回来以后呢，再接再厉啊，他跟他太太2个人干脆舍弃那些动力，一人一台自行车，翻山越岭，整个非洲呢就这么骑行了一圈，并且出了一本非常精美的旅行的这种书籍啊，有很多精美的照片等等吧。在完成了这3项壮举之后，最后一个项目才是他们买一条船，开始5年的环球航行啊，真的非常的不得了。那么现在他们72岁，已经完成了航行。现在呢，他们准备卖掉他们的船，然后呢，思考下一个他们还力所能及的冒险的项目。这个就是普通人，因为跟专业完全挨不上边的人啊，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就是你只要需要一定的这样的资金就行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看这些视频啊，有时候也会跟着热情高涨啊，甚至有时候也想象着可以跃跃而试。当然了，很多事情都是要循序渐进啊，不能一拍脑袋马上就去买条小艇，什么也不做准备就出发，我觉得这都不现实。但是呢，这个确实对我们有些触动。就趁着你退休之后啊，你还走得动，身体还行的这么10来年的时间里面啊，怎么着也的去做一些对自己来讲是没有做过，同时呢，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圆满的事情。至于什么事情呢？肯定是要带有一点冒险，或者呢是比较新奇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与众不同的事情啊。就像我这2年多来，其实退休以后也没闲着，就是骑行。但是这种骑行呢，骑了2年多了啊，我就感觉稍稍有些无聊了。或者呢，其实内心来讲也有一种想法，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有更新颖的事情要去做，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呢，走得更远，去更多的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探访等等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大富山森林公园的南门，我就从这个南门呢骑到公园里面啊。刚刚天还是出太阳的，现在貌似已经有点阴了，所以我要尽快的翻山越岭才行。
这边呢，就如大家所见啊，自行车呢是不能往前走的，必须要爬山了，因为自行车和人必须要分流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大夫山公园呢，它开辟成为一个大家可以骑行的公园啊。看到很多人就顺坡而下了，我现在呢就要爬坡向上。好在今天天气还算凉快吧，30度多一点，没有太阳暴晒。相信呢是应该很顺利的完成今天的骑行。刚刚一路上都在说话，应该骑了也10来分钟了，居然没有感觉任何的疲劳。所以一个人很有意思，就是你在对某项事情有兴趣，或者是你有热情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容易累啊。如果你真的非常无聊的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可能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的慢。还有人在这边对着自己带来的设备唱歌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抖音啊。现在真的全民自媒体。但今天早上呢，我又看了那位叫大雄和糖糖啊，他们是80后的夫妻，就开着他们的一艘双体船呢，在做环球航行之中。而他们呢跟粉丝呢也有一些互动啊，就他们呢老实讲有那么几点吧。第一的话呢，就是兴趣一致，就是想要去尝试这样的活动，并且呢也在一路上啊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。第二呢，他们也分享通过自媒体啊做视频，但是呢都是一种日志式，就是写日记啊，按他们的说法。我觉得就是希望过了很多年以后，可以回看一下自己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经历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。那第三呢，他们不是主要靠这种流量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收益，他们更不会去呢做这些，比方说直播带货啊，就那种纯粹为了挣钱做自媒体为目的的那些人，就他们不愿意这么干。但是他们也需要收入，收入从哪里来？结果他们呢就受到了京东这家公司的青睐啊，就在他们船上呢涂上了京东的标志，或者说是一种代言吧。因为他说这跟他们平时的航行觉得也是完全不矛盾的。请勿在公园内开启泉水，也不要利用树木进行进行运动。
哦，爬上一个大山坡，但今天感觉还不错啊，就没有换挡，一口气就这么骑了上来。现在呢，继续爬坡啊。这里已经是南北主路了。我的右侧呢是七盏灯水库啊。
感觉我应该走错了一条路。这个坡太陡，我的推车向上了。继续开始骑行，前方呢还是一个缓坡。我翻嚟咧。好了，终于呢下坡了啊！路应该没有错，以前就这么骑上来的。你看啊，这个大夫山森林公园里面呢，很多人在那边走路啊，所以我把车速控制的比较慢一些。但这一段呢是一个长下坡，我觉得这一路是非常舒服的一段路。
很顺利的就骑下了这个长坡，相信前面的离北门也不远了吧。看来呢，很多人还是利用这个凉快的时候啊，到公园里面来活动。经过广州亚运林，现在呢，向着北门的出口骑过去。今天呢，我在大夫山森林公园里面也没有停留啊，除了一小段的陡坡我推行了一下呢，其他都是一口气骑了过来。总的感觉今天状态相当不错，应该是天气比较凉快这个原因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出公园的门口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大大的停车场里面啊，都已经停了满满当当的车了，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一般的运动、休闲或者叫健身呢，还是比较重视的。这一段中运路呢，我骑过很多次了，也没有什么风景可看。等一会儿我在剪辑的时候呢，就把它切掉。好了，我已经进了村了，
现在骑行在祈福医院边上这条火花路上，前面呢就是祈福大道的路口，我就从那边准备回家去了。这一路上啊，还是骑得比较畅快啊，就主要是因为这个天气不错吧。另外一个呢，也是因为这几天看了一些视频，遇到了一些新鲜有趣的事，忍不住呢就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。结果说的起劲呢，这个脚下踩的也起劲了，就原本很长的一段路呢，一会儿就骑完了。所以人有时候就是心情也很重要啊，状态也很重要。现在呢，我就准备右转到祈福大道的大门了，从这边呢回去。祈福新村呢，你看啊，外来的车辆，如果你没有村民的陪同呢，是需要登记的，比较麻烦一些。介绍搞完现在，我也想给你看都没有。哎，你好，进去是这边登记吗？是开车走路，开车在后面。你有卡吗？也有。啊，对。有时候非得拿出来才是。登记过了，按喇叭。刚刚说到，就这车辆入村呢，一般都要登记啊，除非你本身就是有这边的业保，或者呢，你有一个村里的村民啊带着，那就可以在路口的时候呢简单登记一下，否则你的车呢都必须要在专门的地方登记，好像以前都是要压着那个行驶证的，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，总之有些麻烦。所以网上呢，对于祈福新村的门禁啊，有些大家吐槽，但是我倒觉得这个不就是为了村里安全吗？谁都可以进去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。可能是我们因为是村里的人嘛，一般都是带着卡出入啊，开车呢也是自动识别我们的车牌号的，所以并不觉得麻烦。所以很多事呢，真的都不可能每个人都满意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回到我门前条小街上了啊。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啊。欢迎大家留言，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讨论。好了，谢谢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